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今天这部影片继续将要为各位带来更多有关黑色行动器的一些相关消息。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小段工商服务时间。Going Bus 是一款合租订阅的服务，作为一个多面向的订阅管家 ，Going Bus 用低于官方的价格，整合了 Netflix、Disney Plus、YouTube Premium 等20多项热门服务。目前在全球100多个国家里面，已经有超过50万的用户透过 Going Bus 节省了20% 到80% 不等订阅费用。而且最重要的是 ，Going Bus 承诺所有的使用者在购买合租服务之后，无论如何都可以享有在24小时内无条件退款的保障服务，便宜、安全又有保障，这可不能错过，你说是吧？所以各位如果对于共享合租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我在说明栏或者是置顶留言的连结查看官方网站，并且在结账时输入优惠代码 NELS， 这样子就可以立即再享有10%的优惠折扣哦。好，那么就让我们回到正片时间。首先第一项呢，他跟我们讲的是游戏模式啊，然后他说挑战战术本质，多人游戏内容全面升级，经典玩法像团队始动、据点战都将回归，然后新的人气暗杀令强制的，看暗杀令根本就没有人想要玩，好吧，那根本就是一个龟缩模式。好，还有全新的超载行动啊，这里主要应该是这个超载行动，这就讲过载图集。超载行动过载图集，怎么好像一开始翻译就出了点问题呢？我马上来看一下，我直接现场 check。哦，你看 brand new overload， 然后下面 overload，OK， 这才开始几秒我就已经抓到同样的词，然后翻的不一样，所以你到底要叫超载行动还是要叫过载图集？你们决定一个好不好？不小心点到了，不好意思。OK， 好，反正有这个新的模式 overload 啊，过载图集。然后他下面有讲啊，在全新6v6重生模式过载图集中争夺超载装置的控制权，然后双方部队会展开激烈拉锯战，试图压制敌人的控制区。然后地图上一次只会生成一个装置，必须要在对方之前抢到它，然后保护每个装置的所有者，然后让它冲到对方的队伍起始点附近的2个指定区域。即时破坏其中一个区域就可以得1分，并在场上生成一个新装置。过载装置的位置会一直显示在地图还有抬头显示器上面，要做好准备，因为装置在比赛中经常易手，将会一场激烈的拉锯战。持有该物品的任何玩家都可以有一个个人雷达来帮助侦查附近，试图窃取他的敌人。两队在中场交换场地，团结一致取得装置并过载敌人。那这个东西目前单看叙述，感觉蛮像 NW2019的网络战的 Cyber Attack， 就是要拿 EMP 装置到人家家里去装啊，感觉应该8、9不离10。然后他说新模式啊，你这让我有点小紧张。不过的确啊，这种还会中场换场，然后有2个点可以炸的，好像是没有。那不知道它模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跟当初网络战不太一样的东西，就要拭目以待了。反正有一个这个新模式在这边广告啊。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新模式也会在公测期间推出，所以大家在 beta 的时候就可以玩到，就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它这个新模式到底好玩还是不好玩啦。接下来呢，他要讲一大堆游戏将要推出的模式，当然团死啊，这个龟缩团死，还有战里战一定是有的啊。搜索与摧毁，它后面这里面有写于公开测试开放，不知道是不是公测的时候不给玩啊。还有击杀确认，还有据点战、自由混战也有提，但是后面一样是没有公开测试，所以就大家就看应该是有公开测试开放的才可以在 beta 里面玩到了。那下面还有提到枪战暗杀令攻占模式哦，这个攻占模式好像是 control 吧，是控制啊，它这个翻译又开始放飞自我啦。对，这是 control 是控制，现在 BO6 里面那个控制也是老模式啊，对，这些东西都会回归。再下来，它这个替代模式啊，看起来就是各种不同模式的正面对决版本，然后说导入较小型地图啊，这真的是地图不要再全部都是小型的 ，BO6 真的是8、9成地图都是小地图，玩起来超腻的。再下来前哨战，这个就是20v20的那个模式前哨战，这边有稍微简介一下。他说，说到大规模多人战斗，没有什么比前哨战更令人兴奋。随着黑色行动器推出了16张核心地图之外，还可以期待2张20v20的目标导向地图，将队伍置于广阔的环境中，并提供强化的移动方式，包含飞虎装、钩爪载具，这些都能帮助你和你的队伍在有时间余韵的情况下抵达下一个目标，并压制其他队伍。那不太确定这个20v20呢是单纯像之前 NW2 2022的时候的入侵战，单纯的大型 TDM， 还是说它是有各式各样的目标可以去完成的？因为它这里有讲一个目标导向地图嘛。那如果它里面的目标做的蛮有意思的，那又比如说什么抢飞弹车还是什么之类的，随便举个例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这些有意思的目标跟主旨在玩的话，应该看起来还蛮不错的。但实际上就要等游戏上才知道，因为它这里好像没有说公开测试会出现，所以应该是没有办法用。
再下地图的部分哦，这一次地图真的是重磅登场啊！除了2张20v20，还有其他16张地图，然后这16张地图只有3张是 BO2 的经典图重置，所以整体算起来地图量是非常足够的。我记得 MW2019 啊，就大家在那边吹到爆掉的那一代，我记得它上市的时候好像只有9张地图嘛，9张6v6，所以这一次有18张啊，真是非常多啊。不得不说，还是令人感到开心的，尤其在经历过 BO6 后期这个后续更新完全疲软无力的情况下，这一次首发就有18张地图啊，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对吧？好，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往下看。那这个东西在多人揭露预告里面，其实已经有完整的地图清单了，所以我们就不一个个看。值得提的一下就是像这个黑心基地、脑域实验室、太阳能发电站、自动化机械厂制造所都心，这个都是公开测试可以玩的。所以公开测试我们就可以玩1、2、3、4、5、6，我们可以玩6张图。公开测试就有6张图可以玩啦，好像有点多啊，感觉挺不错的。但比较可惜的好像就是黑色行动2回归的图好像都不能玩，然后20v20不能玩，就可惜一点。再下来呢，对战配置和道具装置哦，可以来看一下。首先这张图呢，就是黑色行动7的对战制定配置的选项画面啦。目前看起来，在玄丹哈的抬头显示器上面看起来是有比较多这种近未来的这种风格啊，投影类型的这种 HUD， 看起来还蛮不错的，我还蛮喜欢的。对，但是就长这个样子啊，其实跟BO6 整体看起来也差不多，应该不会太难理解啊，就该有的都有，也有自定的近战武器栏位。好，那接下来就一个一个讲。首先是战术超频，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反正就是各种不同的东西都可以选几个额外的 buff 可以去装，就越用东西会越强，功能会越多，这样子。简单解释就是这样啊，所以就跳过不讲。那直接来看我们的战术道具有哪些。首先战术道具啊，这边有震撼弹。这个电磁干扰手榴弹、闪光弹，然后还有这个 pinpoint grenade， 这 pinpoint grenade 不知道是干嘛的哦，等一下看它下面有没有解释。然后诱饵弹、烟雾弹，还有这个 hunter bot 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就看下面有没有。然后这个 psych grenade 这个东西我记得没错的话，之前的影片好像有，就是丢出去会让人家产生幻觉的，所以是。BO7 版本的毒气手榴弹呢，臭屁手榴弹，然后再来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注射器。那下面我们就不一个个讲啊，它这个战术超频额外的这个功能，大家可以去官方部落格讲，我不想把影片拖太长，我们就挑我们刚刚之前没有出现过的东西来看哦。Pinpoint Grenade 这里定位手榴弹，他说能侦测范围内的敌人的手榴弹，对近距离的敌人发射可被移除的追踪装置，所以它这个就蛮像标记手榴弹那种感觉，跟之前那个快照弹有点类似，对，但是是要可以移除的追踪装置，是射一个东西在人家身上。然后在这个 Psych Grenade 也就是置换手榴弹，说撞击地面引爆释放一团持续弥漫的迷幻毒气。那这个东西就是臭气弹啊，臭气弹。再来巡猎无人机哦，所以巡猎无人机我们不能在 beta 的时候玩它，说正式版本才会推出的有巡猎无人机、烟雾弹跟诱饵弹这几个正式版本才玩得到。那巡猎无人机它是说个人防御装置会在附近盘旋并追踪敌方装置积分奖励，战力升起并且在接触目标后引爆。哦，所以它是一个自动巡航的东西吗？感觉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好像还蛮好用的。不知道这个东西跟主动防御系统撞在一起谁会赢哦？究竟是主防爆掉呢，还是巡猎无人机爆掉呢？就要看之后游戏怎么设定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致命道具。致命道具有一般的手榴弹、粘性手榴弹，然后这个极速手榴弹，这次新的也不能说它新的，以前有出现过，但好几年没出现了。然后飞斧、火焰瓶。C4， 然后 Needle Drone 哦，这个无人机，真的无人机，不是真的无人机啊，还假的无人机啊，就是那个尖刺的无人机。还有这个 Point Torrent 定点机枪，来看一下极速手榴弹引爆时会散布小型爆炸物手榴弹。OK， 对，其实我也有想到了，因为以前有出现过。好，那再下来看定点机枪，这个是 Point Torrent 小型可部署的自动步哨机枪，会自动射击敌人，分散其注意力并造成伤害。我听起来蛮惹人厌的感觉。它下面超频1是提升射速，超频2是可以放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听起来感觉很恼人啊。不知道会不会很破坏平衡？如果伤害还好的话，就大概只是一个造成干扰或影响；如果伤害太高的话，感觉就是很可怕。因为这个是致命道具，代表你每条命都可以丢一个，那还不烦死对面。不过就要看之后平衡如何。再下来这个刺针无人机，小型飞行无人机碰撞时会爆炸，可切换成自动模式或手动模式，听起来有点像 NW3 2023的突破无人机。好，那再下来看战地升级，首先非常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Assault Pack 弹药箱，然后 Drone Pod 这是这次新的，有出现过吧？我记得之前的预告里面好像在讲那个终局之战 PVE 环节的时候好像有，然后主防系统，然后 Active Camo 这个隐身的。Echo Unit 这是
投影的那个右耳装置，然后 Mute Fill 这应该是静音还是什么的东西之类的，对，这跟 Active Camo 长得一模一样哦。然后 Black Hat 要回归，这个是之前黑色行动系列有出现的，可以害别人东西的一个装置。然后 Fear Trap Scramble 的干扰器跟 Squad Link。好，首先先看无人机发射器，可部署的装置会发射空中无人机，无人机会自动追踪敌人位置并引爆，对吧？这个就是之前预告有看到，这不知道会不会很可怕感觉这一代好像会爆炸的东西有点多，战术道具有会爆炸的，致命道具也会爆炸的，战地升级都有会爆炸的东西哦，感觉防爆是必穿无疑啦。好，再下来启动伪装，这是 Active Camo 可以隐形一小部分时间，然后战斗全向，这是 Echo Unit 全息投影的士兵右耳可以欺敌哦，然后它这里还说可以夺取跟守住目标，所以这个就有 NW3ACS 的功能了。这个东西丢在场上，不仅可以骗敌人，还可以占领目标哦。然后再加这个 Squad Link 小队连结是上面那个四方形的东西，他说是一个部署装置，可以提升周遭友军与装备的作战效率与战术得分。从他的那个下面的战术超频来看的话，感觉是如果队友在附近的话，杀人获得的积分比较多一点，或者是回血效率可能快一些吗？不太确定，这个要留意一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真的是新的。好，那再下来呢，剩下4个是干扰器、恐惧毒气、黑帽跟精英立场，这4个东西是正式版才可以用的。那恐惧毒气就跟现在 BO6 的毒气一样嘛，就有毒气啊，就是会产生严重的幻觉并迷失方向。黑帽骇客可以用来骇入敌方的道具和积分奖励的战地升级，对准目标一段时间进行骇入。然后精英立场是潜行装置，可以降低脚步声音量，在敌方小地图上面隐藏，并在有限时间内避免被对方积分奖励锁定。哦，所以这个是算是一个时间性的冷血加忍者的一个感觉哦。对，是一个潜行用的装置。那王牌部分呢，目前感觉是没什么好讲的，这些王牌应该都是目前我们有看过的，就图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右下角这个 Specialist 连杀强化，它这里翻成连杀强化，感觉有点奇怪，怎么不是专家还是什么的？对，反正就可能名词有点重复吧，反正它是翻成连杀强化。这个东西就是把你击杀的积分奖励换成额外的3个特长，分别在200分、400分、600分的时候可以获得。然后如果你累积到1200分，就可以有游戏内所有的特长全部装在身上，就变成超能战士。那比较可惜的是，公开测试可以玩的就只有装额外3个配件分数的玩枪高手，跟2把武器的火力全开，跟1个额外特长的贪婪诚信。其他的东西全部要待等正式版才可以玩啦，就比较可惜了。好，接下来他要讲特长，我们就来看一下。特长1来位，特长1就有9个了，其实还蛮多的哦。这边值得提一下，这个迅猛还有说降低武器晃动，并在滑行、俯冲还有蹬墙跳时可以完全瞄准，因为这一代预设是滑行、飞扑还有蹬墙跳的时候是不能瞄准的。如果你装了这个东西，才可以在做这些奇怪动作的时候可以瞄准，然后还有承受较低的坠落伤害。然后再来轻盈 lightweight 哦，他说就以前是有移动提升嘛，现在还有跳跃、滑行、冲刺距离增加哦，还有它的回复速度提升哦，感觉是蛮强的哦。再来特长2，特长2有1、2、3、4、5、6、7、8、9，哇，也有9个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因为目前这样一眼瞄过来，好像跟 BO6 的特长系统是蛮相近的。不过其实也不能那么说啦 ，COD 进展到现在，特长系统其实8、9不离十都是那些，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这样子。好，特长2的部分看起来应该都是跟之前大家有玩过旧作的话，应该都蛮熟悉的，都是老面孔，熟悉的面孔。再下来特长3，好，第一个就是新的战术冲刺者啊，不过这个就是 BO6 的急如风的相反版本，因为现在 BO7 已经没有战术冲刺了。如果你要用战术冲刺，必须要装这个特长，然后它是可以启用战术冲刺，但是会降低一般冲刺的速度，就变成普通跑步变慢，但是有一个更快的战术冲刺可以用。然后再下来还有一个新的这个连杀循环，就是同一条命内重复获得积分奖励的能力。这个东西原本大家预测都是有的，但是后来被拿走了，然后这一代作为特长加回来，就变成说只要你不断的得分，就可以一直不断的拿积分奖励啊，算是一个可以连续，如果对枪好的人可以连续压制整场的一个东西。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个应该算是新的东西，是共享充能，他是说提高战地升级的充能速度，但是这个效果还可以扩展至附近的友军，
当附近友军使用它的战地升级的时候，你还可以得分哦，算是一个新的特长在这里。好，那特长差不多就先这样啦，我就不一个一个讲，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部落格看，反正它都有翻成中文了，这次动作很快啊，应该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稍微瞄一眼，应该是没什么翻译错误的。那接下来要讲个比较特殊的东西，应该说这一次新引进的复合特长大师，在 BO6 里面特长大师就只有3红3蓝3绿才可以。那这次 BO7 呢，只要你任选2个颜色就可以有复合特长大师，就是给你一个额外的效果，但是没有像3红3绿3蓝那么强这样子。好，首先是第一种复合叫探兵，是红加蓝。红加蓝呢是说，当你以子弹击杀敌人的时候，在敌方的小地图上面可以隐匿5秒，然后在此期间取得额外的击杀，还会再重新计时，就是说你每次重杀一个都会从5秒开始倒数，这样子是红加蓝。再下来是红加绿，是谋士。当你取得助攻之后，可以在10秒内透过子弹击杀数获得额外的分数，就是你获得了一个助攻，然后在接下来10秒内，如果你又取得1杀的话，你的那个分数会比较多。再下来蓝加绿是特务，特务的话说，透过潜行击杀来获得战地升级的充能，使用消音武器、近战武器，或是在敌人的视野之外击杀他们，以及其他情况算作潜行击杀的，都可以获得战地升级的充能哦。那目前看起来复合特长大师真的就是小小的额外 bonus 啊，没有到特别夸张的东西。那接下来看之前就有的核心特长大师，首先是执行者啊，处刑者3红，他说每次击杀之后都会短暂提高移动速度与生命值回复速度啊，这个跟以前一样。再来3蓝万恶3蓝，重生时可在小地图上看到距离最近的敌人方向，敌人在视野外时抬头显示器边缘会震动，不会留下死亡库朗哦。所以这一代3蓝终于有被 nerf 啦，没有办法在重生的时候就无脑透视对面的敌人了，算是还不错的改动啦。再来3绿。说提高目标和破坏的得分，可加快部署道具，在短距离内可以看穿墙壁，看到敌方的状况。这里指的应该是可以看到敌方部署的东西吧？对啊，这应该是看到敌人部署的东西啦。对，中文翻译又在那边很有想法。好啦，那3绿就跟之前也是一样的，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再下来他就讲到枪将配件与数据。那这东西大家应该不陌生啦，这几年 COD 枪将基本上是必出的东西。对，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分享武器组件，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有武器代码，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他只要输入这个代码就可以完全复制你的配件了，就不用一个一个在那边配。那巴塔也说即将回归游戏，但好像没有说能不能在 beta 里面用。然后他说一个新功能说，你现在可以在多人游戏的巴掌中使用枪将和所有对战配置，并且汇入武器组件代码来尝试其他玩家的作品。就不用再跳到外面的画面去编辑啦，对，算是一个 QOL 的改进，还不错，还不错。再来积分奖励啊，我们就来看脉冲侦察脉冲，Scout Pulse 这就个人小雷达，然后 RCSD 新的 RCSD 长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好像有点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再来 UAV， 哇 ，UAV 强势回归啊，新的积分奖励啊。好了，不要再凑了。对，有 UAV 啦，在柳叶无人机这个有张这个星星刀片的这个无人机，看一下不知道什么，这好像是新的，可以发射空对地头植物，精准击杀敌人。刀片型的设计能让连带伤害降成最低。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比较大颗的 Hunter Killer 吗？不太确定，但是应该是针对个人的攻击性武器哦，应该不是地狱火飞弹的替代物才对，感觉从它的这个叙述来看，感觉不太像地狱火飞弹的替代品。再下来补给箱 beta 的时候不能用啊，这里有讲啊。然后反制 UAV， 然后 LGM 是对指定区域发动持续性的炸裂弹轰炸哦，所以这个是未来版的破炮 LGM， 然后烧夷弹轰炸这个是之前就有的 beta 不能用，步操机枪 beta 不能用。地狱风暴飞弹啊，果然啊，这个地狱风暴飞弹之后还是会有的，那一样是beta不能用哦。再来手冲，再来挖木人，公开测试可以用哦，是狙击，一发毙命的可吸式组装狙击步枪，可以揭露并击杀掩体后的目标。我大概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了，这个是 BO2 黑色行动2剧情里面有一个可以打掩体后面的狙击枪的那个东西，他把它当成积分奖励搬到线上来哦。这是头一招哦，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用哦。公开测试可以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新连杀奖励哦。接下来是这个 Dog 公开测试这个机械狗狗哦，所以它特别创一个名词给它，是可部署的武装型地面载具，是 DAWG， 配备大口径炮打和火箭仓，然后拦截机会回归，但是beta不能用。护卫犬直升机公开测试可以用，然后猎杀无人载具公开测试可以用，有轮子式的空投式无人载具可以进行手敌后引喷的哦，所以这个就是
黑色行动7版本的 Raps， 就是 BO3 那个时候的爆炸球球，或是国外很多人讲它是肉球，是属于比较高积分的连杀奖励啊，应该是有很强的场控能力的。接下来犀牛机器人 Rhino 公开测试，这大家应该有看到，可以远端操控的机械装甲士兵，配备火力强大的旋转机枪。接下来 Fito Warship Fito 战舰公开测试也可以用哦。再来哈普对讲机也是会回归，但是贝塔不能用。电磁脉冲系统 EMP， 但是贝塔不能用。对，然后无人机群也确定将回归啦，但是贝塔也不能用啦。对，这个就给大家知道一下。到这边为止呢，是所有的积分奖励，其实数量还蛮多的啦。虽然也很多都是老面孔，不过可以玩的东西多一点还是挺不错的。再下来全向冲刺与创新技术，这个我们应该讲过蛮多次了。首先蹬墙跳啊，蹬墙跳就是各种其他的墙壁你都可以蹬墙跳，然后蹬墙跳它这里有限制哦，说最多连续3次，然后每次跳跃的时候惯性都会逐渐减弱，所以不能随便胡乱跳，跟长臂猿猴子一样啊。对，然后他说可以在多人游戏训练中练习。然后可选择战术冲刺这个我们讲过啊，一开始没有战术冲刺，但是装特长可以。然后手榴弹人肉盾牌与最后一集，就现在把人家当肉盾，最后一集可以装手榴弹在他身上，然后把他们推到其他敌人群里面，可以一起把他们炸死哦。对，就是一些新的小功能啦。这个东西在 BO6 的剧情里面也有，就是 BO6 剧情里面击杀人肉盾牌就是放手榴弹嘛，再就是把它搬到线上来。再来特战兵这个就跳过了，我就特战兵就还好，你就选你爽的看啊。有一些可以在公开测试用，有一些不行，对，你就挑你喜欢的看，这边就跳过呗。然后下面等级解锁巅峰专精，这里也是一样，跟 BO6 一样，10个巅峰可以爬，爬完可以爬1000等。然后还有之前讲过的武器巅峰，50等巅峰1， 50等巅峰2，然后250点巅峰大师了，你可以非常痛苦的一直练枪等啊。然后他有说巅峰1有可以解锁一个专属的巅峰配件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练枪可能必定都得练到巅峰1了，因为它有一个专属配件要解锁啦，就比较希望它升级不要太慢。如果50等打个2场或3场就50等，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嘛，对不对？虽然有点理想啦哦。那这边他有详细讲说武器巅峰1、2、3，就是1、2跟武器巅峰战机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大家可以来部落格看，就不一个一个讲了，不然时间拖很久。再下来生涯和武器迷彩啊，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还有迷彩可以解锁。那比较重点的一个东西是想要跟大家讲，这个每周挑战将要回归，我不知道我们讲过，对，那阵子好像比较少出影片，但是呢 NW3 的每周任务将要重新的进到黑色行动7里面了，那个大概是 NW3 在系列里面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了。这边有讲哦 Treyarch 在赛季第1季开始呢，将在黑色行动7导入每周挑战任务，游戏发行后每周的挑战都会推出一项可以解锁的对战配置内容，包含新的武器配件或是积分奖励，只要在4种模式多人僵尸合作剧情或现代战役里面完成任选的6项挑战，就可以解锁当周的新对战配置物品。此外呢，每个赛季还能透过完成一半或全部的挑战奖励，分别获得2款迷彩。也就是说，以后呢，从第1季开始，每周都有新东西可以解锁、可以玩，然后你每完成半季的每周任务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迷彩。那完成整季的挑战任务的话，就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迷彩。这样，所以很多东西可以解啊，这也是 NW3 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就让你不断的有新东西可以玩。但是拜托不要再出什么像靶心瞄准器这种超级垃圾的东西了。出的东西要实际上有可玩性才可以。好，那么到这边为止呢，差不多是这个部落格里面所给出的重要一点的资讯跟内容。那我在看过官方的预告片之后，其实还是深深的感到啊 ，COD 在游戏的画质还有动画方面真的是无人能及啊。预告片本身也是一贯的高水准，不过啊，总觉得还是少了那么一点，就是每年看 COD 预告那种心中澎湃的那种心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他们这几年都在搞同样的系列连续接着出，你知道吗？就是 NW2 直接接 NW3。或是 BO6 直接接 BO7， 感觉在游戏设计还有创新度上面，就因为是延续同一群人的创意嘛，就多少有点审美疲劳或者是游玩性疲劳，还是多多少少会出现的。但总归来说，我个人还是蛮期待黑色行动7的公开测试啦。一是因为马上就要到了，那 COD 玩了到现在好几十年、20年了，所以当然还是会稍微期待一下里面的内容。不过就看它实际表现怎么样啦。其实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也不觉得 BO6 是一个很烂的一作，但主要就是后续的更新还有内容量非常的少。再加上整体的地图，才8、9成全部都是小地图，进去大家就是无脑开枪、无脑蹲重生点哦，导致我对游戏本身来说感到有一些疲乏。
那就希望 BO7 不要重蹈这个覆辙啊！如果实际上游戏好玩的话，即便现在有很多人在骂他，他还是可以力挽狂澜的。那至于他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就要看制作组自己的造化了。目前推特上面有人在传一些消息啊，就是说《黑色行动7》预计之后推出的内容将会是系列作之最，就超越 NW3 2023的后续更新内容量，会成为后续更新最多的一款 COD。但是 you know 每年他们都说这一座是我们最有野心的一座，是最先进的 COD， 有最多的内容，我们最 care 玩家，他每年都这样讲啊。实际怎么样，先拿出成果再说啦。好，不管怎么样，黑色行动7公开测试将在台湾、香港时间10月3号到10月9日期间开放。那公开测试的抢先体验将在10月3号开始，然后持续72小时之后就是完整的公开测试。所以如果你完全1毛钱都不想花，就不想订阅 XGP， 也不想预购游戏的话，你就是等到正式的公开测试，就是10月6号礼拜一开始之后，就可以完全无痛入场来试试看这款游戏到底是粪作还是好作啦。好啦，那么这部影片呢，差不多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吧，拜拜，拜拜。